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一起来线上共修。今天晚上读书会呢，我们要来继续谈人有20难的第5难跟第6难。第5难是生执佛事难，那第6难呢是忍摄忍欲难。这2难讲完了，我们就讲了20难里面的16难，还剩下4难。希望不久的将来呢，能把20难讲完。那20难把它讲完了，我们就要自我期许了，任何事情都不难。佛陀所说的人有20难，我们如果深入去体会，难在哪里呢？为什么会难呢？道理听起来很简单呢，但是做起来很难呢，叫做知易行难。但是只要我们一个一个来把它各个击破，各个把它化解掉，把每一难的道理呢实践在日常生活中并且拿人群中的人间事来印证这样化解困难的能力就会逐渐提升总有一天呢，我们就能体会人群中的人间事虽然是困难重重层层关卡且关关难过，但是只要我们心中有入法，则最后也会关关难过关关过也会一切困难也不难，因为困难只是踏出第一步之前的感觉而已这句话是近似语啦。所以生命也好，命运也好，想要旋乾转坤逆转劣势决胜的关键因素就是心中入法。心中有法，就会有法度，有法度了。心中没有法呢，就没法度了，就无法度了法力强，则困难变成大力丸了；法力弱，则处处难关很难过好，我们现在来开始谈生执佛事难古人有讲佛在世时我沉沦，今得人生佛灭度，忏悔自身多业障，不见如来金色身也就是说，佛在世时我沉沦佛灭度后我出世。意思是说，佛住世的时候我们很懈怠那佛不在的时候呢，我们刚好出生彼此擦身而过即使见面也不相逢，非常无缘那其实现在呢不可能生执佛事了，因为佛出生在2500年前早就不在了嘛，我们怎么去生执佛事呢？根本不可能嘛。所以这个地方的佛字呢，我们可以把它广义解释呢，泛指明师或者善知识的意思这样比较不会时空错乱也才能跟时代接轨这样解释呢也比较适用。所以接下来我们讲到生执佛事时各位就要联想到，不单单是讲佛啦，所有的明师善知识师父都包含在里面有一次证严上人有感而发的说有缘者远在他方亦觉无缘者近在眼前不知又说贴身弟子不贴心贴心弟子在他方其实这个有一点发牢骚的话了跟孔子一样这个圣人跟觉者呢，有时候也会有发牢骚的时候那为什么要发牢骚呢？因为弟子跟师父虽同世相逢但旧法不能心知新法也全然不知这样虽然同处一室犹如千里之遥这个就叫做什么？若逢不逢，犹然未见用庶民语言来讲，叫做恨铁不成钢所以呢，师父在意的是弟子有没有贴心，而不是贴身佛陀在世的时候呢，也是常常教诫弟子们而说道佛子离吾数千里意念无界，必得道果在吾左右，虽常见吾不顺无界，终不得道。这句话就是佛陀认为心中有戒跟心中有法呢，
才是跟佛陀以心印心呐，以心传法啦，这样才是贴心所以即使身执佛事也与佛相遇但却贴身而不贴心，这样也是枉然呐，那是不好啦心中有佛是很好，但如果心中无法变成只是依人而不依法这样也会造成不如法不合如来之法啦。两位志工彼此心生嫌隙那其中一人呢做得很不开心，而想辞职离开这样呢就是依人不依法了就不对了啦依人不是说不对或不好，但要依对人，不能依错人要依就依上人不要去依那个令我们生气或令我们忧愁的那个人所以依法不依人也是学佛很重要的行事准则法要靠人传授，依人不能说不重要，然而依人也要依法这样才是中庸之道否则会造成很爱师父但很不听话，或者很爱师父但也很执着这样也会让师父呢很头痛。但是如果有一天师父不在了就像现在佛陀已经不在了吧，那我们就要依法不依人依他的教法而不依这个人。学习佛法要秉持4个原则以前我们也提过了就是4个行动纲领叫做事依事不依的就是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智不依事，依了义不依不了义这个以前我们有讲过了，就是都不再赘述了这样的道理呢我们要很清楚。那还有一种情形是往生投胎后呢沉沦在三恶道也就是地狱啦、恶鬼啦、畜生道，那这样更不用讲什么深知佛事的，根本就是与佛无缘所以深知佛事的确是不容易的事，要有大福报、大因缘、大愿行，所以能有福报跟三宝结缘也是很重要那在家弟子的责任是护持三宝、巩固三宝。那出家众呢是住持三宝、弘扬佛法。以慈济的法门来讲呢，入世的俗事是属于宗门的领域这个要靠在家弟子去应对。那出世的精神呢是属于法脉的领域那这个要靠师父跟常住去体现因此呢，出家众不方便出面回应坊间任何对僧团的质疑、误解、造谣、扭曲、污蔑、抹黑等等。但是在家弟子呢，有责任在癫狂慌乱之际适时宣说正法，提起正念，去拨乱反正，导正视听扮演浊世清流的角色这个是在家居士的角色所以在家跟出家的角色扮演呢，也是要很清楚才不会角色混淆啦。其实不止深知佛是难听闻正法也是难我们这个直播的读书会呢，谈的都是正知正见、正信正念，都是正能量都是跟人跟事有关的生活智慧可是有缘进来听的人又有多少人呢？反而是一些八卦的直播呢，动辄几十万的点阅，那是不是听闻正法也是难我还记得我在新加坡当分会执行长的时候呢，我们每年都会参加新加坡政府举办的大型的国际书展那书展跟美食展呢都是同样时间举办，但是不同场地我们两边都给他观察呢。美食展呢是人潮不断络绎不绝惜家带眷，饱食一顿今天去还不够，明天还要再去，因为摊位很多，但肠胃只有一个，今天没有吃到的，明天要继续努力，每一摊都要把它尝尝看花再多的钱呢都不会心疼。但是很奇怪参观书展的人潮就是少了一大截，而要买一本好书还会计较这个书很贵，反而吃进肚子里面的美食呢再贵也舍得花
好书可以长久保存啊，并可以常常拿出来翻阅啊。而对美食呢，大部分的想法是：哎呀，不吃白不吃啊，机会难得嘛。那其实他都不知道，吃的也是白吃，不是吗？因为吃的再多，最后还是要排出去啊，不是吗？那书展中呢，有人来我们的摊位参观呢，那志工们都会向他推荐好书嘛。那有些人就会写说：“哎呀，这个书好贵哦。”那我就在共修会中呢，与众分享说到啊，如果感觉书很贵，就要买回去以后多读多看。不是有一首歌吗？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读你的感觉像春天。读你千遍不厌倦，读你的感觉像春天。这样这本书就自动降低成本了啦。如果书中的一个故事或一个人的一句话打动了我们的心弦呐，也因此改变了我们的人生价值观呐，那这本书更是改变我们一生最重要的一本书哎。这个时候这本书更是无价之宝啊。书如果买回去没有用心看或不看，买的再便宜都算贵啦，有没有道理呀？这个就是听闻正法难呐。不过话说回来了，现在很少人在看书了啦，都是上网看电子书或看网络直播这是时代潮流了。而且直播也不能太长，太长他没耐心看这是时代潮流。虽有大利也莫之能力，所以新加坡的国际书展也停了啊。而美食展呢，不但没停呢，还越办越大。民以食为天，也是天理啦，不能违逆，必须顺应的。我们这个直播也是一样，也是应运时代潮流而与时俱进的。本来我是想到下个月月底呢，刚好是满3周年了。我在考虑是不是都见好就收，因为现在疫情解封后实体课程跟实体讲座纷纷恢复了，很明显活动跟讲座是多了起来了。很多事情要做，但是时间不够用，而直播呢，确实需要花很长的时间不管是之前的准备也好啦，或之后的后置也好啦，都是非常的吃力像上个月呢，我去一趟马来西亚新加坡跟越南进行了10天的海外会务关怀之行那9天里面跑了13个据点讲了33场，中间还要飞航2国家飞来飞去，跟交通的时间行程非常紧凑可以说几乎被脱水、烘干、磨成粉即使知道行程会是这样子呢，我电脑还是带在身边还是要利用清晨时刻呢，为我们这个直播呢做准备有多少时间就充分利用，哪怕只有半小时也是要用所以虽然有这个见好就收的想法但一想到有人跟我说他的朋友本来有自杀念头经过他的推荐来看我们的直播后呢，他打消了轻生的念头我感觉好像有一种使命感，不能说停就要停了以前我常说，哎呀，有缘就直播，无缘就停播现在只好有缘就直播，无缘也是要继续播因为冥冥之中还是有一些人呢是跟我们有缘我们没看到，不能说没有有人跟我们讲，我们才知道原来冥冥之中也是有跟我们有缘的人有一点离题了，我们言归正传有一句话说人海茫茫何处是归程意思是说，人生在世心里茫茫然没有一个归依处，找不到心灵的家，甚至心灵没有家，精神很没有寄托，生活很没有重心。这是现在很多人的心灵写照那佛经中有一个比喻呢一眼之归，适逢目孔就是说在茫茫的大海中呢，有一块浮木中间刚好破一个洞，那有一只独眼的乌龟呢，每隔1000年才会浮出海面一次就在它浮出海面的时候呢，刚好穿过这个浮木的洞，
把头伸出来啊，这个几率是非常非常的低耶。那在人生的大海中呢，要找一个真正的心灵归处，就像这一只独眼海龟1000年后浮出海面，正好把头呢穿过这个木孔，这个木板的孔一样的困难啊，机会是那么的少哎，所以佛陀才会说深植佛事难嘛。也因此呢，我们线上的同学们都要很庆幸呢，自己有机会呢听闻正法，因为这就是无价珍宝啊。大学没有教，补习班也学不到，更是有钱买不到，不是吗？虽然佛陀在世的时间距离我们现在已经有2000多年了嘛，如果现在的人啊，能够依照佛陀留下来的教法精进修道啊，也就是说遵循着佛陀的身教跟言教，这样必能够深入佛陀的精神啊。其实呢，只要心中时时有佛啊，那我们就好像与佛同事一样，这样的概念很重要。否则怎么可能与佛同事？都已经隔了2500年了啊！我们的生命虽然不断的在六道中轮回了啊，要得人生啊，确实很难呐。那既得人生啊，又能与正信佛法同一个时代，那就更难呐。而要与佛同事，又同住一个地方，那更是难中之难呐。不止如此哦，不但与佛同住一个地方，又能时常见到佛，那更是不容易啊！这个地方讲的佛是泛指，刚刚讲的嘛，名师啊、善知识或法师都可以的哈。2000多年前呢，佛陀出生在印度啊，而我们是否也曾与佛同事呢？纵然与佛同事啦，但地球这么大，我们不知生在哪个国家，也不一定能与佛同生于一处啊，同生在一个国家、一个地方哎。即使与佛同事啊，也跟佛呢同生于一个国家啦，这2个条件都具足了啦，那是不是能见佛？这个也是很大的问题啊！你看看是多难呐！对，同一个国家很大的话，要碰也是很难啊！所以不止深植佛是难，得睹佛经也是难的。这个以前我们有讲过了哈，得睹佛经嘛，那这个深植佛是难是第5难呐，那这个得睹佛经是第4难嘛，过去想要见到佛经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不止与佛同事很难的，要得睹佛经也是难的，要有大福报，要有殊胜因缘呢，才看得到佛经呢。现在由于印刷术很发达嘛，那弘法也很普遍啊，那佛经流通也很广泛，所以看佛经是非常方便的。即使如此呢，无缘的人也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呐。把佛经呢当作普通书籍呀，不知道佛法的珍贵嘛。那有些人虽然有机会听闻佛法，却半信半疑呀，也不能深入啊。有些人则是什么？相信但是不正信，甚至认为佛法只是行善而已啊，把佛法呢当成一般的善法，甚至已经在学佛了，还是难舍民间信仰啊，还是迷信，还在跟鬼神呢扯不清，很神秘化。这样即使听闻了佛法，还是等于没有听闻一样。那我们这个读书会所谈的理论基础啊，是菩萨道法门的一圣真实法。它不是强调在研究佛理，而是强调实践佛法。是以事显理呀，开权显实是非常正信的跟正能量的要能听闻呐，也是要很有缘才有办法啦。所以我们现在的同学们，我们都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啊，正法因缘一线牵啊。那对我们来讲呢，对大家来讲呢，听闻正法也不难呐，对不对？然而对没有佛缘的人来讲呢，不但得睹佛经难呐，听闻正法更是难呐。其实说难也不难呐，说容易也不容易，因为现在到处都有人在讲经说法嘛，会演讲嘛，而且往往是什么场面盛大的佛法演讲听讲者也是很踊跃哦，有时候是好几千人呐，
但是呢，这几千人当中呢，到底有几位真的把佛的教法牢记在心中呢？真的也是不容易的。听归听做归做两回事要印证不容易的更何况要把所听的拿出来应用这更是难所以不止听闻正法难听过之后要把正法跟生活结合，那更是难所以得读佛经跟听闻正法确实是不容易的事情。即使是现代很多边地民族边疆民族也是看不到佛经听不到佛法甚至是一些国家还制定法令来限制佛法。我们在视讯中或连线会议中跟别的国家连线或视讯有时候谈到佛法立即就被断讯了。你可以谈慈善，不能谈佛法。那这种情况下要听闻佛法当然就是很难咯，对不对？所以佛经曾经记载佛陀曾经到一个只有9万人口的小城镇那这个小城呢，有1/3的人呢曾经见过佛，也听过佛说话。那另外1/3的人呢，只听说佛曾经来到这个城里，但没有见过佛。那其余的3万人呢，不曾见到佛了，就连佛名字也没听过。这些人就更不能了解佛法了嘛。所以即使与佛同事要见佛也是很难嘛。其实这个也不足为奇了因为呢，慈济功德会在花莲已经成立了57年了啦，今年第57年了但是有一些人不知道慈济，也不知道有一位证严法师甚至很多原住民不知道。小小的一个只有9万人口的小城市也只有1/3的人有机会听闻佛法何况我们离佛已经2000多年了，那更是难了。仔细想想9万人中有3万人连佛名都不曾听过，虽然与佛同事，却有如隔世，这样哪有佛法可言？那其他3万人呢？虽然曾经听过佛名，却没见过佛面，那要怎么受用佛法？那剩下的3万人呢？虽然见过佛，但是否能把佛法领受于心呢？并且化为行动去实践呢？这样再三过滤之后，还剩下多少？对，这样说来呢，即使与佛呢不同世我们现在就是与佛不同世嘛，佛不在了嘛。但是我们只要能够接受佛法的教化，那就是与佛同世了。这个样宏观的思维呢，来解释的比较贴切一点了比较能够与时俱进了也就是即使佛不在，我们也可以与佛同世因为佛在我心嘛，不是这个意思吗？那举个例子来讲，大家更清楚尼泊尔的蓝毗尼是佛陀的出生地是佛陀的故乡佛法虽然来自印度跟尼泊尔，但却因为呢缺少入人群，也就是缺少实践而少事项，少俗世的事项这样缺少事项就很难以事去显理因此呢，在印度跟尼泊尔佛法因为缺少实践呢，而并不兴盛。即使现在尼泊尔有一些乡镇的名称是使用佛陀时代名人的名字像净饭王乡，乡镇的乡摩耶夫人乡耶稣陀罗乡等等，但里面没有佛法现在到佛陀的出生地去求法，或找寻佛陀的精神已经很难找得到了啦，只能找到一些遗迹而已啦。这个告诉我们一个事实虽然是佛住过的地方呢，也未必有佛法存在啦人不在了啦，这个法也不在了啦。其实如果我们时时刻刻是心中有佛，行中有法，这样不只是与佛同事而且还可以透过我们的实践佛法，去彰显佛陀的智慧，并启发我们的佛性
所以当我们把佛法运用在日常生活中的时候呢，其实就代表佛已经在伴随我们同行了，这样就是深植佛事。有这样的观念就是政治正见也很宏观。现在我们这个时代呢是物欲高涨社会竞争人们的生活压力呢很大，所以烦恼也很多如果有心要寻找解脱跟觉悟之道自然就会想要去寻找名师嘛，一般人都是这样子嘛。但是呢，要想要找一位真学实得的名师呢，也不是容易的事情因为真学跟实得呢，不是在任何人身上都能够找得到的。佛陀就是一位具足真学跟实得者。佛陀的教法呢，我们已经听过很多了啦。佛陀的事迹呢，我们也知道不少。如果能把听来的道理用实践的方法把它表现出来，那么就代表佛时时刻刻在我们的心中了，代表佛在我们的生活行动中了。所以只要心中有佛，心中有法，那就是跟生逢佛事没有什么两样了这样的道理我们也是要清楚。其实每一年的年底岁末祝福的时候那证严上人在为这个慈济志工不管是台湾国内或者是海外回来都好为这些志工呢受证成为委员的这个仪式上都会为他们的胸前，在他们的胸前呢别上一朵胸花上面写了佛心施治4个字意思就是提醒受证者呢要以佛心为己心以施治为己治也就是刚刚讲的期许你心中有佛，心中有法，以及尽施法脉入心，慈济宗门入行这样心行平等呢，就代表师父与我同在跟前面讲的与佛同在、与佛同行都是一样的道理啦其实这样也可以叫做深植佛事好，接下来我们来解释什么是忍摄忍欲难忍摄跟忍欲，这个摄跟欲呢，这2个字听起来好像是针对男女之间的欲念而言其实摄欲涵盖的范围很广，摄包括一切有形的、有体的物品凡是我们眼睛看得到的、身体所能感受得到的，全部都在摄的这个范围里面佛法是讲摄嘛色界无色界这个都很广的范围，很广的。所谓忍呢忍摄忍欲，这个忍呢是指心理上的控制譬如说我们看见一件东西很美如果无法控制自己的心念呢，很可能就会引起贪欲，然后怎么样呢？想占为己有嘛，据为己有嘛，或者想把它买下来嘛想方设法要拥有它。人性就是如此那有些人是正当的取得有的人则是不正当的取得那正当的取得，即使是来自别人欢喜跟你结缘的，这也是因为我们自己见物欢喜而起的贪爱心人家看你这么喜欢，就跟你结缘嘛，成人之美就是这样子嘛。那这个在修行团体里面就很有同感因为大家都很会广结善缘嘛尤其你去参访道场或者据点也好你只要一表态说哇这个食物好好吃哇这个东西好棒人家就会拿来跟你结缘所以都不能讲，一讲出来就表示你有贪爱心，别人不会这样子认为的但是事实上他是有贪爱心，你表态了嘛虽然是一件小事情但蕴藏着大道理那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有的人偏偏喜欢自己不该取得的东西明知不该取而升起欲念，欲念升起却又无法控制，而让它化为行动，这样就很容易做出犯戒、犯规或犯法的事情这个就叫做忍摄忍欲难那什么是忍摄呢？一切摄法也就是有为法，跟外境一样，都是虚妄的，且生生灭灭，有来有去。金刚经不就讲吗？如梦幻泡影，就是这个意思嘛。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就这个意思嘛。所以无论是名利地位或头衔名相，或者高官厚禄等等，都是虚妄的假象了。但无知的我们却苦苦追求也因为这样呢，而有求不得之苦嘛。所以看到这些假象呢，我们就要提醒自己呢，不要被它所迷惑这就是忍色的意思的那什么是忍欲呢？欲就是指爱欲、色欲、情欲。想要突破心中的爱欲、色欲跟情欲，或男女之间的情欲这个可以修不净观，或是修忍功，或者修定功来对治它这就是忍欲。那为什么会产生男女的爱欲或情欲呢？有3个原因第一个呢，因为过去生带来的习气第二个，自己心中的执着于男女的假象，造成以假乱真第三个，由于迷色而迷心，造成色不迷人，人自迷以为这些假象是美好的，是清净的，所以看不到真相，看到外在的假象，没有看到内在的实相这个3个原因呢，我们可以慢慢去体会了那要对治爱欲跟对治色欲的这个烦恼呢，有一个修炼的法门呢，叫做不净观。思念处中的观身不净呢，就是一种不净观也就是拿尸体的不净相来观想或观照也是叫做不净观就是要让我们学习观照、观想我们这个色身，慢慢的会从老、病到死，而死了以后呢，这个尸体最后将会成为一具骷髅慢慢的呢，骨头会一一离散直到化为尘土最后是一场空同理，美女再怎么美她的洗澡水也是脏的啦。人再怎么美最后也是会慢慢老去而容颜不在啦其实什么假象呢？大部分的美女都是经过化妆过后才看起来很美的啦。一旦卸妆或素颜的时候呢，那是实相跑出来了那可能就会判若两人甚至会很耐看，要忍耐一下才看得下去。尤其呢，开刀动手术的时候体内的器官每个人都一样的，绝对没有人会说：“哎呀，他的肝好美他的肾脏好美对，这种观想的法门就是不净观这个对去除我执我见跟去除对色身跟这个肉身的执着有相当的帮助了其实如果真想要去我执灭我相只修不净观也还不够了，还要修无常观修炼无常观有方便法，以前我们有讲过不是说去医院的急诊室太平间停尸间去看看，马上就会体会人生无常，人体脆弱跟观身不净大家应该都有这种体验只是没有去关照、去观想而已回想一下就知道。那刚刚讲呢，用不净观来观想或观照，这个观想或观照不是去回忆一件事情而已不是这么简单而是去思考一个能引起我们恬安淡泊的对象，然后帮助我们获得心灵上的平静跟喜悦。观想跟观照之后，让我们得到心灵的平静跟喜悦。那平静跟喜悦呢，不是上天所赐予我们的恩典它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而是我们的心能时时接受人群中人跟事的淬炼跟锻炼，才有可能得到那慈济菩萨道的修炼法门就是最好的训练教材啦就是当志工啦，简单讲啦，在人群里面呢，你磨我，我磨你，磨人的微被磨的会圆最后2个都是圆都是这样子嘛叫做借事练心，借境修心，随处养心。总而言之，就是万法唯心那其实五欲中呢，
也就是财色名食睡这个五欲当中呢，色欲是最严重的。印顺导师在他的著作《成佛之道》这本书里面有提到啊，受持戒行啊，要克制自己的私欲，所以要有坚毅的决心，忍受种种的考验，忍受外来恶劣环境的诱惑、威胁、强迫，忍受内心的私欲，而不让它胡闹，甚至要有宁持戒而死，不毁戒而生的决心呢。其实这个也是不简单的哦。能持戒而保持禁戒啊，清净的净啊，能持戒而保持禁戒，不致毁犯戒行啊，这样多年来的持戒功德才不会毁于一旦呐。只要一犯就前功尽弃了，就如人一生守法，只要一次犯法，还是要接受法律的制裁。道理是这样子的啊。这一段话是印顺导师在《成佛之道》这本书里面有记载啊。他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修定跟修慧之前呢，受持戒行跟克制私欲都是重要的前提啊、条件啊。所以戒定慧三学，戒是放在最前面嘛，对不对？也是有它的道理啊。那正言上人呼吁大家要克己复礼，克制自己的欲望跟习气，这个也是叫做忍色忍欲啊，但是不容易啦，所以才说忍色忍欲难嘛。那成佛之道里面还说，男女恩爱缠绵啊，互相束缚啊，互相捆绑啊，是很不容易出离的。很多人为了男欢女爱，引出无边的罪恶跟痛苦，在经里面呢，把它形容为什么？就好像紧紧的绳索啊，绑得你啊破皮破肉、断筋断骨，还不能舍离啊。所以即使是在家弟子啊，如果想修炼身心啊，尤其想修禅定或正定啊，非节制隐欲不可啊。这段话也是铿锵有力，发人深省啊。修定最大的障碍就是贪欲跟散乱啊。因为贪欲会让人妄念纷飞，那散乱呢会让人心神不定的，所以贪欲跟散乱都是跟定背道而驰的。那不能定就不能忍啊，所以犯戒行为的产生呢，都是由最初的一念啊，到最后行为的完成呢，中间会有数不清的心念交战的。通常一个心念刚升起的时候呢，它的力量不会太大，只是一个念头而已嘛，想法而已嘛，不明显，也没有一定的方向。那学佛就在这个时候呢，以敏锐的洞察力啊，马上察觉这个情形。我怎么会有这个念头呢？我怎么起这个念头呢？马上洞察到，然后使这个念头没有机会在自己心田上的招兵买马而做大势力啊。因为这个恶念一旦做大势力啊，你如果没有洞察它，马上遏制它的话呢，这个恶念一旦做大势力，形成一股力量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要收拾它就很费力的哦。所以才说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就是这个意思嘛。好，我们今天晚上读书会就讲到这里啊，希望诸位同修呢都能法喜充满，福慧双修，也祝福诸位同修们。深知佛事也不难，忍色忍欲也不难，感恩大家的精进学习。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感恩。